小浪，大家好，Welcome to 雅兹，欢迎来到雅兹德。我现在呢就在雅兹德的可兰经广场，我身后就是雅兹德的可兰经之门，这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，相当于德黑兰的阿达比塔。这里就是可兰经之门的广场了，身后这座就是可兰经之门。但是这个可兰经之门好像现在还没有建完了，你看下面还有建筑工人在往墙上贴瓷砖，我不知道是没有建完呢，还是例行的装修，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反正这个可兰经之门是雅兹德的城市地标建筑。雅兹德它是伊朗的一座沙漠中的城市，所以这个地方的温度特别的高，而且气候特别的干燥。但是这座城市并不缺水，水资源非常的丰富，所以这个城市是一座非常值得来逛一下的城市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在雅兹德旅游一定要做的一些事情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坐在这个地方，感觉非常好，因为这里呢，这个小院子有这种小类似于床一样的东西。Good morning。因为这个小院子有这种类似于床铺一样的这种这种椅子吧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叫沙发，反正休息的场所。然后有靠垫，有抱枕，铺了地毯，坐在这里，感觉非常好。然后呢，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或者说你中午的时候，都可以坐在这里乘凉。环境还是非常好的。像雅兹德呢，有很多这种传统的民居，就是老城区。因为我们住的这个老城区嘛，它有很多这样的酒店，所以你们可以随便找一个这样的酒店入住，还是很不错的。环境非常的好。像我住的这个酒店，它每天的价格才6欧元。我住的酒店呢，因为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淡季反正现在这个地方没什么游客，所以每天的价格它是6欧元，是一个双人间。我觉得还不错。其实我住双人间也好，住那种床位房也好，都无所谓，主要是它整个这个环境很不错。早上起来的时候会在这里坐一下，然后中午的时候，太热了也可以坐在这里坐一下，还有晚上的时候也可以在这里坐一下。这个青年旅社给我的感觉，整个的氛围非常好。像雅兹德这个城市它属于比较干燥的城市，比起像伊斯法罕还有之前去的卡桑它这个地方都要显得更干燥一些，气温也更高，在外面逛的时候显得特别的热。但是呢，它这边对水资源的利用非常好，所以他们这边并不缺水，而且他们每个房屋它上面都有一个那个柱子一样的东西，它可以收集风，所以你在它的房子里面还是显得比较凉爽的。所以这个整个城市给我的感觉是相当不错的。那你看一下这个小院子，不错吧？你们看看这里，像不像是外星人的飞船？那这里就是我们的千里个院子了，我们住的地方就在下面。那这个院子像一个坑一样的，这个就类似于卡上的那个花园坑，他们这边也是，他们这边更干燥。早餐他在这里准备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这是早餐，但现在还没有准备好，再等一等。你看，是这样的。伊朗的青旅都提供早餐，基本上也都是大同小异。那我之前在这个荷兰，每天早餐也都差不多这样的。然后在这里还没有上，还有鸡蛋没有上，然后这是汤，
然后这是饼，然后这是果汁，然后这是茶，他们早上喝茶不喝咖啡，然后这是糖，这种方糖。吃饭呢就在这里吃，环境还不错。这就是我的早餐，这样的。然后这里是汤，还有鸡蛋，然后这个是黄油，然后这个是酱，看这是胡萝卜酱。这个我真的只有在伊朗看到这个，因为伊朗人特别喜欢喝那个胡萝卜榨的果汁，所以它胡萝卜酱在这里也有。像我们在其他地方吃的，一般都是草莓酱，但它这里有胡萝卜酱，还有那个 chili，就是那个车厘子的酱，但是这个还比较好吃。像这个豆子，我不知道什么豆，有点像绿豆，但是不是绿豆，是它是扁的那种绿色的豆子，味道还不错。再加一杯果汁，这是我早餐，环境还不错。6欧元还包括一顿这样的早餐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现在走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雅兹德的老城区了。雅兹德啊，分为新城和老城。现在呢，老城区基本上已经没有当地的居民了，很少。然后大部分呢都住在新城区，而老城区呢，现在这里已经改建成了就是观光区，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观光区。所有的景点也都在这边。这里的很多建筑啊，都改成了酒店，比如你看这上面，这个就是酒店。你看，这里就是酒店，这里是个酒店呢，这也是酒店。在雅致的老城区逛啊，你会感觉啊，特别像是在新疆的吐鲁番，因为吐鲁番那边呢，它的很多的老房子啊，它也是用这种粘土做的，看就这样的。雅兹德呢是伊朗最大的、保存最完整的粘土城市，其他的一些沙漠城市也会有，但是雅兹德保存的最为完整。你看这个墙就真的是以前的，这个砖都是土砖，然后这个墙，你看它这个粘土外面涂了这种草的，这个真正的以前的建筑。中东的小孩就这样在小巷子里面跑，让我想起了追风筝的人。你看看这些老房子，你们知道那个是什么吗？那个啊叫做收风器。所谓收风器啊，就是你看它有一扇一扇的那种一格一格的那种竖条，它就把风啊通过四面八方的风就可以收集进去，收集进去以后通到下面的房屋里面就会比较凉爽。之所以会有这种设计呢，主要是因为雅兹德啊，它是一座沙漠型的城市。沙漠型的城市嘛，想想看，在沙漠里面温度有多高啊？所以啊，它有这种设计呢，可以使整个房屋非常凉爽。因为古代不像现在有空调啊，就算现在，如果有这种设计的话，你都可以节省了空调费用啊，多好！所以它这个设计非常的科学啊，而且是真的很凉爽。你在这种房间里面，你住了一下，你就会发现真的很舒服。在雅致德有很多这种房间，你可以去体验一下。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拜火教的圣地，它是拜火教的一个寺庙。这个寺庙呢，现在基本上是没有真正的信徒了，已经成了一个博物馆的那种形式。在伊朗呢，信奉拜火教的信徒啊，也是非常少。基本上大部分人都已经伊斯兰化了。
所以啊，能有一个这样的博物馆来纪念这个拜火教，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到雅兹德来旅游的话，这个拜火教的寺庙应该是要来看一下的，因为雅兹德就是伊朗拜火教的圣地嘛，也是伊朗拜火教的起源地以及波斯文化的起源地。不过这个寺庙的门票非常贵啊，门票是150万里亚，3欧元，3721块钱人民币左右，其实这个价格呢，对我们来讲还是可以的，但是相对于当地人来讲，就真的非常贵了。因为当地人是15万，我们是150万，贵了10倍。它这里面有一个是燃烧了1500年的火种，所以我打算去看一下，看看这个燃烧了1500年的火种。现在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哦，这个是燃烧了1500年的火，就这里燃烧了1500年的圣火。这里是一些考古的图片展，像那个鹰，你看这个鹰就会发现在这个图片上。就这个了。拜火教的神，那就这位。你看啊，这些就是拜火教的教徒那个穿着，我怎么感觉跟那个穆斯林还是很像的呢？我觉得那个伊斯兰教啊，受拜火教的影响应该还是蛮大的。毕竟这个比那个伊斯兰教还要早嘛。你看他们的祈祷形式也差不多，用手这样向天，跟那个伊斯兰教的那种形式比较像。你看看，跟他们祈祷的，还戴这种白色的头巾，男的戴这种帽子，我觉得它跟那个伊斯兰教的那种形式非常非常像。应该是伊斯兰教受到这个拜火教的影响还是蛮大的。你看，这是拜火教的人在念经文，这是他们的火种。对，你看他祈祷的样子。这个拜火教的寺院呢，规模真的不算大，整个逛下来也就10分钟就逛完了。里面主要看的就是看那个1000年不灭的圣火，大家都是看这个圣火来的。然后里面有一些图片的展示。这些图片的展示呢，就展示了拜火教的起源啊，拜火教的一些相关的文化和礼节啊，以及一些仪式性的那种照片。你看完以后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拜火教啊，对伊斯兰教的文化的影响应该还是蛮大的。因为你看现在伊斯兰教的很多仪式性的东西啊，跟这个拜火教的那种仪式性的东西很像，还有一些装束上面的。比如女士包头巾呢，跟这个拜火教也是很像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伊朗这个地方信奉拜火教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少，所以来这里的话，你可以感受一下拜火教的文化，也就仅此而已了。这个地方的环境还是不错的，环境挺好。我现在呢所在这个地方呢是阿米尔查克马克广场，身后这个建筑啊，这整个一片的建筑啊是阿米尔查克马克建筑群。它这个建筑群呢包括哪里呢？包括一个清真寺，一个大巴扎，还有这个广场，还有前面的那个喷水池，以及周边的这一大片建筑全都是。
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有这个广场，就是这一边的建筑，然后那一边呢，现在是一个马路的主干道，很多建筑啊，在周围的很多建筑都已经就是因为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嘛，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，所以很多建筑都已经不存在了。像外围这边很多建筑啊，它都已经改成了这种小巴扎。你看这些建筑啊，这些都是老建筑啊，是不是很好看？这个水池，好漂亮啊！从那边往这边拍应该会更好看。现在在广场上面摆一些这种桌子，感觉跟欧洲的那种氛围还是很像的。但是因为这里的天气真的很不好，沙尘特别严重，不知道是不是这2天沙尘暴还是怎么回事。这2天它这个地方的天气一直都这个样子，所以给我的感觉不是很好。等晚上再过来看一下吧。这是他们的交警。鸭子。这个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啊，其他地方都有个写 I love 什么什么什么，这里就写一个鸭子的。那边那个字母应该是 I love 的意思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这里是晚上的雅兹德。哦，晚上过来果然好多人呀，但是灯光没怎么亮呢。我这个相机拍摄的效果不是很好，你们看一下照片，你看用手机拍摄的照片效果更好一些。街道很繁忙。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多莱特阿巴德花园的内部。这里呢有一个喷泉，这是一个喷泉池，看到不？一直到那边就是，然后往这边走呢，这边也是一个喷泉。这个喷泉池对面这个建筑就是阿巴德花园的一个标志性建筑，收风器，那个就是收风器。这个收风器啊非常有用啊，尤其是在这个沙漠地区，它是把四面八方的那个风给收集起来，收集起来以后往下灌输，灌输到它的那个房间里面去。它这个建筑呢，在沙漠地区是非常有用的，因为古代的时候是没有空调的嘛，所以有这种建筑的话，你整个房间里面会非常的凉爽。像这个沙漠地区的温度非常高啊，像这外面都有40多度啊，特别晒，特别热。所以啊，有这个建筑非常棒。也是古人智慧的一个体现了，非常赞。所以我们等一下进去看一下，而且这个花园呢，也是当地最漂亮的一个花园之一。
这个花园呢，种了很多的花，但是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季节啊，有点不太对。要稍微早一个月来的话，所有的花都盛开了，那个时候是最好看的。现在我们来的有点晚了，很多花都开败了。这边花不但开败了，而且很多果实都已经成熟过了，像那个桑果，它这边就已经没有了。像我来从那个伊斯法罕过来的时候，伊斯法罕还有桑果，但这边的桑果它已经全都掉掉了。所以来伊朗旅游啊，要在5月初来这个南方是最好的，因为5月初各种水果、各种鲜花都盛开了，各种水果都成熟了，那个时候是最棒的。这里是一个图画展，展示的是这个建筑当时建设的一些理念以及建设的方案。你看，像这个收风塔，你看得出来，建设的相当的复杂，看到吧？那你看看它收风塔上面，从这里可以看到。那这个就是了啊。在这个里面呢，真的很凉爽，因为有这个收风器，这整个里面全都是风，特别特别舒服，跟外面完全是不一样的。在40多度温度的那种沙漠地区，收集到这么多的风，哇，太棒了！嗯。这个设计还挺有意思的，因为在其他地方还真没看到，其他地方要不就杯子，要不就是那种纸袋子，这样用一根吸管就可以提供饮用水，也真的非常方便。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雅致德的水博物馆了，门票价格是100万，2欧元，人民币是14块钱，是当地人的10倍吧。当地人应该是10万，我们外国人是100万。这个水博物馆呢，它是属于雅致德的水务公司，它是在一个水库的基础上修建的，主要介绍的是几千年来当地人对水资源的利用，让这样一个沙漠型的城市不缺水。因为在这个博物馆的下面呢，还有一条渡槽，这条渡槽呢是2000多年前修建的，而且渡槽的长度是75公里。想想看，75公里哦，所以保证了这座沙漠中的城市一直都不缺水。这个渡槽的建设过程呢，就有点类似于我们新疆的那种坎儿井的那种建设过程，在当地来讲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工程。它可以把水从远处引到这里来，并且修建了很多有盖的水库。这水库的作用呢是储存水，然后水库上面修了很多的那种蜂巢。这个设施呢，保证当地几千年来一直都不缺水。虽然这里是一个干旱型的沙漠城市，但是这里从来都没有缺水。你在这里旅游啊，可以发现，在这个地方啊，水资源是相当充足的，跟你在任何一个城市没有什么区别。所以这个水博物馆也是来雅致德必须参观的一个地方。这里就是水博物馆的内部了，这是在一个有盖的水库的基础上来修建的。你看，这里展示了很多修坎儿井的那种图片，当时的人就这样的。这个跟上次在吐鲁番看到的真的是一样的。是当地人的住房。
你们知道我身后这个建筑是什么吗？这个地方啊，就雅兹德的水库。看外形像不像是清真寺的尖顶？但是这里绝对不是一个清真寺，而是一个水库，而且是有盖的水库。你看这个天气啊，它这个地方的天气非常干燥，它是沙漠性的天气，所以它的水库啊修成这个样子，也就是为了让那个水呀减少它的蒸发量。所以它修建这种水库的话，可以保证当地不缺水，这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了。哇，这里面好凉爽。刚刚从这个小孔往里面看了一下，里面什么东西都看不到，但是能感觉到里面的温度啊特别的低，特别的清凉。这个呢也是一个水库啊，这是一个小型水库。雅兹德啊，在它的老城区能看到很多这样的水库，因为雅兹德是一座沙漠型的城市，所以呢，它需要建很多这种有盖水库来保证它这个整个城市的供水。这个水库虽然规模不是很大，但这一片区域的供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这里还有个收风器，它这个设计真的非常棒，但是我就是有一点不明白，它的这个是木棍是干嘛用的？有知道的朋友吗？我身后呢就是雅兹德的居里清真寺了。这个清真寺啊，现在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。是雅兹德清真寺的一个代表，也是雅兹德清真寺的一个象征。这个清真寺啊，内部非常非常漂亮。我们现在一起进去看一下。你看这个清真寺的这个宣礼塔，哇哦，是不是很漂亮？晚上过来看真的很好。宣礼塔都亮起了灯了。我现在呢就在居里清真寺的内部了，这是一座有着900年历史的清真寺。傍晚的时候过来最好，现在这个地方啊特别凉爽，吹着晚风，然后看着这个清真寺的灯光也都亮起来了。你们看一下这清真寺的内部。你看，就有人坐在这里了。那是距离清真寺的那2个宣礼塔，是它的标志。然后看这里面，是不是很漂亮？有好多人坐在地毯上拍照，想拍照的可以进去，脱掉鞋就可以了，非常漂亮。看，就有人在那拍照呢。这个穹顶呢还是非常漂亮的，进去看看吧，我也进去看看吧，来都来了。哇，这个清真寺好大呀！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大巴扎，但是啊，这个大巴扎我就不是很推荐大家去了，因为呢，这个大巴扎它是以卖金银首饰为主的，所以啊，不是很值得逛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晚上你们没什么事的话，也可以去看看，因为晚上相对来讲要稍微热闹一点。至于其他的呢，基本上就这些了。你们觉得雅兹德这个城市怎么样呢？行，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，咱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